Hey guys, it's Frame。那这个分赛我一如往常的单排爬回钻石，原本只是抱着在积分试试不同角色的想法，在白金场试用了几场罗巴。那没想到不止快速上分，跟使用其他角色的时候比起来，平均伤害也有很显著的增长。那后来在白金3之后，基本上只用罗巴爬回钻石。最后总场数61场，11场冠军 ，KD 3.44，均伤1080，爬回钻石。那大概有70%的场数都是使用罗巴。这支影片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趟单排上钻石的罗巴使用心得与打法观念分享。那相信大家都知道罗巴的技能大概长什么样子，我觉得简单说明，另外补充一些技巧。罗巴的 Q 为丢出一个手镯。等待手镯落地后，罗巴会位移到手镯的所在位置，冷却时间30秒。如果手镯撞到地形或手动再按一次，都可以提早使手镯下坠进行位移，这样逃跑的时候可以少吃一点伤害。平地的水平位移距离可以达到71公尺，如果加上跳跃或高处往低处丢的话，水平距离可以更远。从高处往低处丢，或者是跨越地形时，可以看地上的线的弯曲程度来判断手镯是否已经到你想要的地形上方。大绝黑是半径跟被动一样，都为112.5公尺，让自己与队友拿走2件道具。枪支和配件的话，就算是1件。补品与手榴弹1件就是背包1格的量，子弹则无上限。刚落地的时候就会有50%的充能。那前期如果是在比较肥的跳点收的话，记得有大就到点的中心放，加快团队收东西的速度。如果在宝库附近的话，也记得先让队友拿完东西，再自己偷宝库。那为什么我会在积分玩过罗巴之后决定使用它来完成这次的单排上钻呢？首先，罗巴的 Q 是位移技。有位移技或者高机动性，就代表着有容错空间。单排很多时候你必须要靠自己打的机器来获得击杀与助攻。罗巴的 Q 就可以让你在打倒对面1人之后安全的撤退，或者是在被对手包夹推进的时候与对面快速拉开距离，亦或是快速到达高处取得高低优势。另外 ，Q 也可以拿来在捡完队友旗之后快速逃跑。可以说，在单排这种必须要靠自己才能稳定上分的环境下，有位移技就是一个很大的个人优势。在上个版本加快 Q 在空中时罗巴的移动速度后，这招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的好用。再来是大绝黑式，先说前期的用法。在落地后，队友收完自己各自的部分后，通常可以使用1到2次大绝。如果不是打落地战的话，可以确保队友的装备与子弹数量不会太差。如果是落地战，有时候拖到罗巴大绝转好了，也可以在战斗中快速换甲或者是拿资源。那中期呢，想必大家单排的时候都遇过这种情况吧？遇到不敢 all in 对面，只想跑圈或者是只敢 poke 打伤害的队友，在跑圈的过程中会一直浪费子弹与补品。结果穷到没有办法再跟其他队互相伤害，到最后遇到打得比较激进的队伍就会被一波带走。那罗巴的大绝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遇到想打稳的队友，不怕没有资源跟对面 poke。如果遇到打得比较激进的队友，就算没有打倒对面，也不会怕打到资源枯竭。如果成功收到人头的话，罗巴的大绝也能让队友加速找到想要的配件、子弹与补品。后期的话，可以拿来捡后期非常重要的手榴弹，或者是在安全的位置收附近的死亡盒。可以说，只要不被打倒，就不怕没有资源可以打伤害、拿击杀参与。除此之外，大绝也能拿来在安全的位置捡空投，甚至是在战斗中拿来卡门。整体来说，罗巴是一支提高了个人兼团队容错与续战能力的角色。不管你是单排还是多排，如果你还在白金苦恼该怎么样上分的话，不妨试试看它吧，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游戏体验的。It's Frame， 下次影片见 ，Peace。